生活中很多人呢都有耳鸣的现象出现，耳鸣时耳朵嗡嗡响，整的人是心烦意乱。那今天教大家2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呢缓解耳鸣。动作1：伸出我们双手的食指，然后呢放到耳孔里转动20下，然后拔出，再用食指和拇指来回的按摩耳廓30次，直到耳廓感觉到发热为止。这个动作可以帮助刺激耳朵的血液循环，调节内外压力的平衡，对缓解耳鸣有一定帮助。动作2：先将双手对搓搓热，然后用掌心捂住耳朵，坚持几秒，再突然的松开，这样反复的做20次。这个动作也能够帮助缓解耳鸣，增强听力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好处。那有些人耳鸣很可能是肝火旺盛了，建议大家呢可以喝点菊花茶，有清肝明目、降肝火、可以延年保健的小方法，就是推一推长寿筋。这条长寿筋就在我们的小腿上，就是呢小腿外侧胫骨前肌的这里。推的时候可以用手掌根部尽可能大面积的推，从上往下推，向着骨头的方向推就行，速度不用太快，每条腿推30到50次。推到这里不酸不痛了就行。经常推这条长寿筋，不仅可以疏通经络，使筋骨柔软，还有强健脾胃的功效。所以没事的时候就推一推，也可以让长寿离你更近一步哦。不过上面的这个小方法只能够起到辅助的作用。如果想要长寿，还要注意养成良好的习惯，可以每天坚持锻炼，保证睡眠充足，时刻保持一个好的心情。心态呢，对健康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。如果你都能够做到的话，或许会比别人更长寿哦。是我们人体运动最多，也是负重最大的关节之一，所以应该好好的进行保养。只有腿有劲儿，人才能长寿。那下面教大家2个小动作。动作1：找到一阶台阶，将右脚踩在台阶上，注意脚后跟不要悬空，将重量集中在右脚上，然后再将左脚的脚趾踩在台阶上，这样坚持5秒左右，再将左脚落回地面，这样反复10次，再换相反的一侧做同样的动作，也是做10次。动作2：自然站立，将2脚分开，一只脚在前，一只脚在后，臀部放平，然后前面那条腿呈弓步，大腿和小腿垂直，后面那条腿膝盖几乎触碰地面，然后站起来反复做1分钟，再换相反的一条腿做同样的动作1分钟。这2个小动作可以锻炼腿部肌肉力量，强健关节，有很好的养护膝盖的作用。每天坚持做一做，让膝盖变得越来越强壮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：早上金苹果，下午银苹果，晚上毒苹果。那么晚上吃的真的是毒苹果吗？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。不管什么时候吃苹果，身体吸收的营养都是一样的，并不存在毒苹果这一说法。而且经常吃苹果对减肥也有帮助。不过吃苹果的时候要避免3个误区。误区1：苹果带皮吃更营养。虽然苹果皮营养价值很高，但是现在很多苹果的生长环境都比较复杂，而且有的可能是农药滋润成熟的，如果洗不干净，对身体健康是有害的，所以建议大家最好不要带皮吃。误区2：熟苹果没有营养。很多人认为苹果煮熟了就没有营养了，其实生苹果和熟苹果的营养元素并没有太大区别，所以生吃和熟吃都可以。误区3：苹果烂了一点，挖掉继续吃。苹果放时间长了，如果发现有地方烂掉了，建议大家不要再吃了，因为苹果烂了会产生黄曲霉毒素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现在很多人都有失眠的问题，如果长期睡眠不足，会使人出现头晕、头痛、记忆力减退、食欲不振等情况。那该怎么缓解失眠呢？下面推荐大家2款花茶，有很好的催眠效果。洛神花茶，洛神花茶是由洛神花泡制而成的，口味酸甜，其中含有很多的营养物质，具有美容养颜、健胃强肝的功效。对于经常失眠的朋友，可以在睡觉前半小时喝一杯洛神花茶，有助改善睡眠。
玫瑰花茶，玫瑰花茶清香解郁，是很多女生喜欢喝的，有很好的养颜的效果。除此之外，玫瑰花茶还有疏肝解郁、镇静情绪的功效，能够帮助促进睡眠。那经常失眠的朋友可以经常喝玫瑰花茶，还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，在其中加入蜂蜜或者是冰糖，这样喝起来味道会更好，也能够加强功效。睡眠的好坏对血糖高的人来说很重要，如果晚上睡不好觉，那么就会增加血糖升高的危险。那经常睡不好应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睡前做一做，可以帮助促进睡眠，稳定血糖值。这个小动作特别的简单，就是拍打小腿。大家可以在睡觉前2小时用手掌拍打小腿肚，方法很简单，用双手轮流的拍打小腿肚，从膝盖一直拍打到脚踝处，每条腿拍打3到5分钟，直到小腿感觉到发热为止。这样拍打小腿可以促进小腿的血液循环，对提高睡眠质量、预防腿抽筋都有很好的效果。而对于血糖高的人来说，睡眠好了，血糖值也可以得到平稳。除了用这个小方法外，经常失眠的朋友还要注意，睡觉前不要玩手机，不要开灯睡觉，还有枕头不要太高，要不然容易导致大脑缺氧，也会影响睡眠质量。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生理现象，运动、干活或者是天太热都可能会有出汗的现象，只是有的人出汗少，而有的人呢出汗就像下雨一样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哪种人更好呢？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体质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呢就会有出汗多和出汗少的情况。比如身体肥胖的人，那么就很容易出汗，或者是在特殊情况下也会有出汗多的问题。但只要是在机体正常的情况下，对身体呢是没有伤害的。而有的人很难冒汗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其实呢，身体的出汗量和很多因素有关，比如果你的体质偏寒，那么相对来说出的汗就会比较少一些，而且出汗还和温度、性别、年龄等等有关。所以如果你一直是出汗多或者是出汗少，那么就不用太担心。但如果突然出现出汗多和出汗少，就要小心了，最好呢到医院检查一下。还有，如果你是出汗少的体质，建议经常的做点运动，这样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力，对身体健康有。有人长腋毛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，只是呢有的人的腋毛比较旺盛，而有的人却很少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？或许和2个原因有关，大家不妨了解一下。第一个和遗传因素有关，很多女性的毛囊天生不是很发达，所以不止腋毛，身上其他地方的毛发也会比较少。而有些女性因为父母身上的毛发比较多，所以就可能会遗传这种特性。第二个和体内激素水平有关，每个人体内的激素水平呢都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激素水平旺盛，那么身上的毛发就会比较旺盛；但如果激素水平少，腋毛也会比较稀少。那腋毛有很好的排汗和保护皮肤的作用，所以腋毛旺盛的女性不要将它刮掉。但如果有腋臭的，建议呢还是刮掉比较好，以免加重腋。生活中不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都会给肠胃造成伤害。那俗话说胃病3分治7分养，所以养胃很重要。而养胃呢要靠自己，可以通过食疗的方法，常用下面这2物泡水喝，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。1. 丁香。丁香不仅有观赏的作用，还有很好的药用价值。丁香中含有丁香酚和丁香挥发油，有很好的健脾养胃、散寒止痛的功效。那肠胃不好的朋友，经常用丁香泡水喝，可以缓解腹部胀气，增强消化能力。除此之外呢，还能够抑制幽门螺杆菌的生长。2. 洋甘菊。洋甘菊也有很好的养胃效果，洋甘菊中含有丰富的多糖苷类物质，能够抑制幽门螺杆菌的繁殖。那胃不好的人常用洋甘菊泡水喝，可以修复受损的胃黏膜，对预防胃部疾病有很大的帮助。好胃是养出来的，如果出现胃部疾病，大家应该及时的到医院检查，平时配合饮食调理，才能慢慢的。肠胃负责食物的消化和吸收，所以只有胃部健康，身体才能健康。但我们日常的一些小习惯都会损害肠胃健康，那胃不好怎么办呢？
多吃秋葵，秋葵含有多种营养物质，其中含有的果胶和糖类的粘液有保护胃黏膜的作用，经常吃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对肠胃健康有帮助。多吃蜂蜜，胃不好的朋友可以经常喝蜂蜜水，蜂蜜中含有乙酰胆碱，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也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。戒暴饮暴食，暴饮暴食会使胃部扩张，给肠胃增加负担，时间长了对肠胃健康不利。戒饭后马上运动，饭后马上运动会使胃酸分泌增加，给肠胃造成不适，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，也对肠胃健康不利。戒烟酒，烟酒中含有很多有害物质，会给肠胃造成刺激，使胃黏膜受到损伤，所以建议大家戒掉烟酒，这样肠胃也会感激你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